一个68岁的男人被家属用轮椅推进急诊的时候，说的第一句话是：大夫，我就是最近有点虚，没力气，歇几天就好了，不用挂水。他没能歇几天，甚至他没能挺过那个晚上。心电图和心肌酶结果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整个抢救室的空气都凝固了。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，血压已经掉到了74型，心脏的泵血功能几乎停滞，就像一台快要彻底报废的水泵，再也挤不出一滴水。我们在抢救室里轮流按压了整整40分钟。胸外按压是个极耗体力的活，按到后面你能清晰地听到老人肋骨断裂的咔嚓声，但没人敢停。除颤仪充了5次电，每一次砰的一声，他的身体在床上弹起，又重重落下。肾上腺素、多巴胺、去甲肾上腺素，所有能用的抢救药全推了进去，但最终监护仪上的那条线还是变成了一条刺眼的直线。我们还是没能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。后来我走出抢救室，跟家属交代病情，看着家属崩溃大哭，我叹了口气，问了一句：他这种累和没力气到底持续多久了？家属红着眼眶哽咽着说：大半年了。以前他每天还能去公园打一套太极拳，后来走几百米就觉得累，再后来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剥个蒜都觉得浑身没劲。我们一直以为人老了没力气是正常的，就让他多躺着歇歇，还给他买了人参、燕窝补身体。大半年将近200天啊，他的身体在悬崖边上已经疯狂地拉响了整整200天的警报。而他每一次的回应和家属每一次的安抚都是同一句话：没事，老了歇歇就好。这不是个例，在急诊科干了这么多年，见惯了生死，但我依然会为这样的悲剧感到深深的无力。我见过太多太多因为觉得累而拖成绝症的老人。医学界有一个很残酷却极少被大众知晓的共识：老年人突然出现的无法用常规休息缓解的极度疲惫，往往根本不是衰老的自然现象，而是重大器质性病变的早期伪装，从出现异常疲惫到最终确诊重症。很多家庭的平均延误时间超过半年甚至1年，不是现在的医疗技术查不出来，也不是医院没有好药，而是太多人把身体拼死发出的求救信号当成了岁月流逝的背景噪音，一次一次地亲手按掉了中国式家庭有一种很普遍的心理，叫怕麻烦。老人怕花钱，怕给孩子添乱，所以小病忍，大病拖；子女怕面对父母老去的现实，所以习惯性的用年纪大了来合理化一切异常。但疾病从来不会因为你的逃避而停止脚步。以下这5个关于累的隐蔽信号，你大概率在父母身上见过，甚至你自己或者你的伴侣正在经历，只是你从来没往致命的方向想过。今天我把它们全部拆解给你听。信号1：走平路没多远，小腿就酸痛发沉，必须停下歇会儿。这是门诊里最容易被误诊、被耽误的症状之一。很多老人跟孩子抱怨，走一会儿路，小腿肚子就酸胀发沉，像灌了铅一样，必须停下来蹲一会儿，或者站着捶捶腿才能继续走。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老寒腿犯了，骨质疏松，缺钙了，膝关节炎，骨刺压迫神经了。于是子女们开始尽孝心，买进口钙片，贴各种活血化瘀的膏药，买按摩仪，甚至推着老人去理疗店做针灸推拿，折腾了几个月，钱没少花，罪没少受，但一点用都没有，反而越走越短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，这种累和痛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，医学上叫间歇性跛行。它不是持续性的痛，也不是阴雨天加重的痛，而是走一段固定的距离，比如200-300米就发作，休息3-5分钟就缓解，再走同样的距离又准时发作。这在血管外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红灯。它的医学真相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。你把血管想象成家里的自来水管，用了60-70年，管壁上长满了厚厚的水垢，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管子越来越窄，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堵了70-80%。当你静止不动或者坐着的时候，那点微弱的血流还勉强够腿部肌肉的基础代谢，但当你走路时，腿部肌肉需要大量的氧气和养分，狭窄的血管根本供不上血，肌肉就会因为严重的缺血缺氧产生大量的乳酸，从而引发剧烈的酸痛和疲惫感。你以为是骨头老了，其实是血管已经快堵死了。如果这种累发展到最后从间歇性跛行变成了静息痛，也就是连晚上睡觉躺在床上不动的时候都觉得脚痛的睡不着，必须把腿垂在床沿边才能缓解，
甚至脚趾开始发凉、发紫、发黑，那就是下肢严重缺血，面临截肢的风险了。别再揉腿了，别再贴膏药了。教你一个最简单的自测方法，摸一摸老人脚背正中间最高点的那根血管，叫足背动脉。如果摸不到搏动，或者搏动非常微弱，跟另一只脚明显不一样，立刻去血管外科信号2。明明没干重活，却总觉得浑身没劲，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。这种累不是运动后的肌肉酸痛，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虚弱感。老人明明每天就是做饭、带孙子、下楼溜达一圈，没干什么重体力活，但就是觉得浑身软绵绵的，脸色发黄或者苍白，没有光泽，嘴唇指甲床，没有血色，稍微动一下就头晕眼花，心慌气短，严重的时候甚至连拿筷子夹菜、拧干洗脸毛巾的力气都没有。家属通常会怎么想？最近胃口不好，营养没跟上，年纪大了，气血两虚，是不是贫血了？多喝点红糖水，炖点乌鸡汤。于是各种补品保健品轮番上阵，但老人的精神却一天比一天差，甚至体重还在悄悄下降。朋友们，这种没力气，在临床上我们最怕遇到2种情况，这2种情况喝多少鸡汤都补不回来。第一种是消化道隐性出血，胃肠道里可能长了息肉，严重的溃疡，甚至是早期的胃肠道肿瘤，他们每天都在悄悄的少量的出血。因为出血量不大，血液在肠道里被消化了，你肉眼根本看不见大便变黑，也看不到血丝，但身体的血液正在一天天流失，几个月下来就会导致严重的缺铁性贫血，心脏和大脑长期处于贫血缺氧的状态，人怎么可能有力气？这种类是身体在漏电。第二种情况更凶险，是恶性肿瘤的早期消耗。肿瘤细胞在体内就像一伙装备精良的强盗，它不仅会疯狂地抢夺正常细胞的营养，还会释放各种炎症因子和毒素，直接抑制肌肉蛋白质的合成，加速肌肉的分解。这种累在医学上叫癌性乏力，这是一种极其顽固的疲惫感。你吃再多补品，营养也全被肿瘤抢走了，甚至你吃的越多，肿瘤长得越快。你以为是饭没吃够，其实是身体正在被暗中吸血。如果这种极度的虚弱感持续超过1个月，且伴随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，食欲减退，别再盲目食补了，立刻去医院做2件事。第一，查一个血常规，看看血红蛋白到底低不低。第二，做一个大便隐血试验，看看消化道里有没有在悄悄出血。这2个检查几十块钱，却能揪出最隐蔽的杀手信号3，整天昏昏沉沉，怎么睡都睡不醒，坐着看电视就能打呼噜睡着。很多老人白天看起来总是电量不足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看不了10分钟就开始打瞌睡头，一点一点的，甚至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筷子就掉下来了。家属往往觉得挺欣慰，甚至跟亲戚炫耀，老头子老太太晚上较少，白天补觉睡得可香了，挺正常的。但这根本不是正常的补觉，这是在中毒。你如果晚上去观察他的睡眠，会发现一个非常恐怖的现象，他睡觉时呼噜打得震天响，而且打着打着突然没声音了，胸口还在起伏，但就是没有呼吸，憋气了10几秒甚至几十秒，然后猛地倒抽一口气，伴随着一声巨大的鼾声又接着打。这在医学上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。你以为他睡得很香，其实他的大脑和心脏正在经历一场微型地震。每一次憋气，血液里的氧气浓度就断崖式下跌，二氧化碳浓度飙升，大脑为了保命会强行把他从深度睡眠中微唤醒，让他恢复呼吸。一晚上下来，他可能经历了几百次微觉醒，他根本没有进入过能恢复体力、清理大脑垃圾的深度睡眠。更可怕的是，长期的夜间缺氧会导致交感神经极度兴奋，别人的血压是夜间下降，他的血压是夜间飙升，这会极大的增加心律失常、夜间心梗，甚至夜间猝死的风险。白天那种怎么睡都睡不醒的累，其实是大脑长期慢性缺氧后的强制待机状态。你以为他只是困了，其实他的大脑和心脏正在黑夜里窒息。别再让他白天补觉了，带他去医院呼吸科或者耳鼻喉科做一个多导睡眠呼吸监测。如果确诊，配一台家用的无创呼吸机。很多老人戴上呼吸机的第1晚就会惊呼，我几十年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了。这不仅是改善睡眠，这是在救他的命。信号4不仅觉得累，还特别怕冷，大夏天也要穿长袖，反应变得极其迟钝。这种累带着一种强烈的沉重感和迟钝感。
老人不仅觉得浑身没劲，不想动弹，而且记忆力明显下降。别人跟他说话，他要愣几秒钟，眼神发直，然后才能反应过来。最明显的是，他变得异常怕冷。别人大夏天穿短袖吹空调，他要穿2件长袖，甚至还要盖个毯子，手脚总是冰凉的，同时还伴随着严重的便秘，皮肤干燥，声音嘶哑。很多人把这归结为年纪大了，阳气不足，体虚胃寒，去吃各种温补的中药。但从内分泌科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，却极易被漏诊的疾病——甲状腺功能减退，简称甲减。甲状腺是我们脖子前方的一个蝴蝶状腺体，它是身体里的发动机。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负责调节全身每一个细胞的新陈代谢。当这个发动机老化，或者因为自身免疫问题罢工时，甲状腺激素的分泌量就会断崖式下跌，发动机熄火了，身体的代谢率就会降到冰点，产热减少，所以怕冷；胃肠道蠕动减慢，所以便秘、腹胀；大脑神经传导变慢，所以反应迟钝、嗜睡；记忆力减退，心肌收缩力减弱，所以心跳缓慢、浑身乏力。这种累是系统性的降速，是整个身体进入了冬眠状态。你以为是岁月让他怕冷，其实是他身体的发动机快要熄火了。甲减在老年人群体中发病率极高，尤其是老年女性，而且它的症状极不典型，非常容易被误诊为老年痴呆或者老年抑郁症。很多老人被当成抑郁症治了好几年，吃抗抑郁药吃的副作用一大堆，其实只需要抽一管血，查个甲状腺功能5项，真相大白，补充几10块钱一瓶的左甲状腺素钠片优甲乐，几个月后，那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就回来了信号5。这种累伴随着一种说不出的心慌，尤其是吃饱饭后总觉得胸口压了块石头，这是最致命也最容易被误诊的一个信号。没有之一，老人觉得累，但这种累不是肌肉酸痛，而是一种心累，特别是在吃饱饭后，情绪激动或者稍微干点家务，比如拖地、提重物时，会觉得胸口闷闷的像压了一块石头，甚至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慌感、濒死感。有时候还会表现为左肩膀痛、后背痛，甚至是牙痛，必须立刻停下来坐下休息10几分钟，这种感觉才会慢慢消失。很多老人，包括一些非心内科的基层医生，第一反应都是吃撑了，消化不良，胃食管反流，心情不好，于是吃了几个月的奥美拉唑、妈丁宁症状却反复发作，甚至越来越重。朋友们，这在心内科叫不典型心绞痛。为什么老年人容易不典型？因为老年人的痛觉神经往往比较迟钝，加上可能合并了糖尿病，导致神经病变，他们可能感觉不到那种剧烈的撕裂样的典型胸痛，而是表现为极度的疲惫、胸闷、气短。当你吃饱饭时，大量的血液会流向胃肠道去帮助消化，心脏的供血就会相对减少。如果你的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的血管本来就因为斑块而狭窄，这时候心肌就会严重缺血，心脏在缺血状态下拼命工作，向你发出的信号不是痛，而是我累了，我快撑不住了。你以为是胃在闹脾气，其实是心脏在悬崖边上挣扎。如果这种累和闷总是和体力活动饱餐、情绪激动，甚至寒冷刺激高度相关，且休息后能缓解，别再去消化科排队了，立刻去心内科做一个心电图，必要时做一个冠脉 CTA 或者冠脉造影。这不仅是看病，这是在拆除心脏里的定时炸弹。对照完这5条，你需要做的事情非常明确，不是焦虑，不是恐慌，是立刻行动。如果你或你的父母符合上面提到的任何一条，或者这种异常的累已经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，请带他们去医院。我知道劝老人去医院是很多子女最头疼的问题。老人总会说，我没事去医院又要花一大笔钱，查出病来还得吃药，没病也吓出病了。这时候你不能硬劝，你要用策略。你可以说，爸妈，咱们不是去看病，咱们是去年检，就像您的车每年都要保养一样，您的身体用了几十年，咱们去查查零件，没问题，咱们也放心，检查费我都交过了，退不了不去就白瞎了。用这种善意的谎言打消他们怕花钱、怕麻烦的顾虑，挂什么科？如果症状复杂，首选老年医学科，那里的医生擅长多病共治，能进行全片评估。如果症状指向明确，根据情况挂心内科、血管外科、呼吸科或内分泌科做哪些检查，我给大家列一个最基础最核心的排查清单，建议截图保存。第一，心电图加上心脏彩超，如果有必要
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，这能直接看清心脏的结构、大小和供血情况，排查心衰和心绞痛。第二，抽血查一个血常规和生化全套。生化全套里一定要包含甲状腺功能、肝肾功能和空腹血糖，这能排查贫血、甲减、电解质紊乱和代谢问题。同时别忘了加一个大便隐血。第三，如果怀疑血管问题，做一个下肢动脉彩超和颈动脉彩超，这能直观地看到血管里有没有斑块狭窄和堵塞。第四，如果打呼噜严重，预约一个多导睡眠呼吸监测。这几项检查加起来大概也就几百到1000多块钱，抽个血，做几个无创的彩超，不遭罪，半天就能拿到结果。但它们能帮你排掉身体里埋了多年的地雷。在临床上，早期发现的心衰，早期发现的血管狭窄，早期纠正的甲减，通过规范的药物干预和生活方式调整，老人的生活质量可以维持得非常好。他们依然能去公园打拳，去菜市场买菜，含饴弄孙，拥有一个体面有尊严的晚年。但如果拖到晚期呢？心梗发作、脑梗偏瘫，甚至多器官衰竭，那时候哪怕你花几十上百万，哪怕你卖掉房子，哪怕用尽最先进的体外膜肺氧核，也换不回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到时候老人躺在重症监护室里，浑身插满管子，每天受尽折磨，子女在门外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心理双重崩溃，那是我们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结局。疾病从来都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只是突然被发现的。你的父母不会每天把我病了，我很难受挂在嘴边，他们那一代人习惯了隐忍，习惯了报喜不报忧，他们只会默默地说一句，我累了，我没力气，歇歇就好。你的身体不会说话，但他一直在用症状跟你讲话。别再按掉他的警报了，别再对他们说歇歇就好了。有些累是歇不过来的，有些病是拖不起的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曾经因为忽视了这些累的信号而走过弯路，或者你现在正在经历这些困扰，请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经历，你的一个留言可能就会点醒另一个正在迷茫中的家庭，给更多人提个醒。别忘了给这支视频点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最重要的是，把这支视频转发给那个总说我没事就是有点累的人，或者转发到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。不要觉得转发健康科普是在咒人，真正的爱是敏锐的察觉，是科学的干预，是不留遗憾的守护。有时候你的一次转发，一次坚持，就能救回一条命，就能挽救一个家。我们下期见。